像我们这个太仓村呢，过去被称为台湾村嘛，住的就是我们台湾人。猴群，猴群，哇，酷啊！这个全部都是野径哦，哇，烂泥，那爬得过来。这边有一个旧遗迹，这个我就不太懂了，看起来还蛮有历史的感觉。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我现在人在七角川西畔这个地方。那我的后方那个桥呢，叫翠堤桥。那我们的吉安乡靠近西边这边的山路哈，其实分别有4条步道嘛，象山步道、日光步道、白云步道、丰宁步道。那其实呢，从白云步道上去之后呢，还有一条支线哦，叫初音山步道。那条步道其实还蛮长的，然后都没有被列到这个名单里面。那在初音山步道中间这个地方哦，有一处秘境，野径哦。那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来找这一处秘境，叫什么呢？野牛林道。所以关于这个野牛林道，我约莫是在3、4年前就有来拍过一次了啦。再加上去年的时候，我有跟马如来走一小段啊，那观看的人数还蛮多的。所以如果你要说它是秘境，好像也不尽然了，因为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不过我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是很少人会去走了。如果大家来爬初音山以及野牛林道，它是没办法连在一起，你这个行程要分开来。怎么说呢？因为你从初音山步道这边进去之后呢，它的终点是象山步道嘛，整段的距离大概是在3公里左右吧。那你到了象山步道之后你就可以从象山步道下来然后再接回来到我们这个翠堤桥这个地方的原点。那这个距离我不知道多远不过应该是蛮长的。如果大家来爬这个野牛林道不要再加上初音山，这样不太顺。那这野牛林道我说是3公里嘛，你要把它分2段来看。前面那一段呢是属于比较原始的山径，几乎是没有所谓的人工的设施，我觉得非常刺激啦。那后面就是产业道路，这个七角川上流就是后面那个产业道路的其中一段所以你会看到那个七角川最上面那个位置。那今天的行程是打算带大家走完这条野牛林道，然后从象山步道下来因为下山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对我来讲是蛮方便的啦。那当然呢，我今天除了来爬山之外呢，还是有一些关于吉野村的历史要跟各位分享。不过我是没有特别准备想要哪里再讲到哪里就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吧。去年的丰宁步道呢，我的开场就在这里好，那前面呢就是翠堤桥咯。那过去的话就是日光步道。那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上去那白云步道的全长是3.8公里的那这个地方是算是它的终点那的起点是丰宁步道。好，那我们继续走。你看海边的天气非常好我们的花莲的气候就是这样子海边跟山边2样情。我的推测呢，今天应该是到了下午应该是会下雨其实随着我的影片越来越多人看感觉上我就会有点压力。对啊，其实我是一个标准的 INFP 对啊 ，I 人。前面有一个土地公庙，这个土地公庙我们那个叶伯强老师有做了一个总整理，说我们的吉安乡总共有大约有25座土地公庙那这个土地公庙呢应该是战后才新建的土地公庙我今天还是穿胶鞋出来，因为我要去走野牛林道嘛，野径对，有烂泥还有一些石头上面有青苔，所以很容易打滑。这个胶鞋呢就是非常方便。好，出现路标了。
应该是最后的一个弯道了。哦，我们来到了这个分叉点了。好，左边下去呢，就是往白云步道。好，那我们呢要往慈云山华林园。好，这条呢就是出云山步道了。先给各位报告一下，我刚才从那个翠堤桥到这边是1.7公里了啊。不过大家如果来走，应该不会那么长，因为我来来回回拍嘛。刚才路标指示牌写了慈云山华林园，为什么呢？因为这条出云山步道的终点就是华林园了，应该把它更正为出云山步道，让大家比较熟悉一点。其实这条出云山步道这一段最陡了哦。顺便提醒各位如果夏天来爬山常常在山上都会遇到野蜂，所以一般女孩子来爬山不要擦香水。这段就好陡了。好喘啊！哇，渐渐的有一点凉意，现在是海拔290哎，对啊，你看现在天气变得好了，阴凉，很舒服哎。好，又遇到一个弯道了。又一个弯道，这个陡坡来到12度。好，前面有一个平台，我打算在这边休息一下。太喘了，哇！居然有人搭了一个遮阳网，猜想他们应该是刚下山。哇，漂亮！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这边已经开始在下雨，那后方呢一直延伸到海边，天气非常好，有没有？这个就是典型的花莲的气候了。好，那大家看到下方有像棋盘式的格局呢，这个是所谓的奇来平原，日本移民村当初所规划下来的一个格局啊。好，然后我们的吉安乡呢，现在就是延续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一直到现在。不过在这边先跟各位聊一下，就是说，通常我们对移民村的研究都会 focus 在日本当初的吉野移民村。那就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是有一点点太狭隘的一种看法。其实我们的移民村应该还要包括后来的客家人进驻之后的一些历史的。当初日本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其实是跟台湾人是分开的不过都是在这个外围啦像我们这个太仓村呢，过去被称为台湾村嘛，就住的就是我们台湾人。还有一个叫吉安村，典型的代表就是那边有一个竹高错土地公庙了。那到1945年之后呢我们周围这些台湾人就取代了我们原来的日本移民村，一直到现在。然后以客家人为最大宗嘛，所以我们的永信村呢，就是我们客家人最大的一个聚落所以这一点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啦。那关于客家人移民的辛苦过程，还好黄家宏老师有提供一些资料给我，我最近一直在阅读，等我那个思绪比较完整了，再来跟各位介绍。那在这边先跟各位聊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七角川事件发生是在1908年，紧邻着2年之后呢，日本就开始在着手进行这样的一个移民村的规划了，会不会太快了？那是不是有计划的，就是想要借由七角川事件来建设这个移民村呢？答案是肯定的啦。上一次影片我不是有聊到那个近藤圣山吗？那近藤圣山是延续的圣姑大卫未完成的使命，完成了中央山脉的整个调查嘛。在那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在着手怎么样来管理我们这个东台湾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东台湾这个地方毕竟比较晚于西部的开发啦。主要的移民村的规划是来自于一个叫做陆木子小五郎，他来这边视察之后呢，就写了一本叫做《台东厅视察馆内复命书》
那其中就提到，就是说怎么样来进行这个移民村的规划哦。入木小五郎这本书我是找不太到了哈，我的资料是来自一些老师他们的一些文章哈。其中我不是有讲到说总督府移民报告书吗？其实他也有提到这个入木子小五郎。然后，如果再讲到这个，就可以追溯到牡丹社事件发生之后了。当初为什么清廷会把我们的后山纳入他们的版图，也就是跟那个牡丹社事件有息息相关嘛？大家都不太知道，就是说牡丹社事件发生之后呢，日本他们也损失惨重，可是他们并没有离开，一直停留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很久。然后，于是呢，清廷也发现到这个事态好像不是想象那么简单嘛，才会有后来的开山抚番计划嘛，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北路嘛，罗大春所开凿的。那中路那个就是吴光亮他是从那个玉里那边进来的。那开凿的这个北路之后啊，所接触的也就是我们太鲁阁族人嘛，紧接着才是我们的七角川社人。那后来我们的南势阿美族跟那个罗大春他们那些军队合作一起进行对抗那个太鲁阁族人，才会产生后来他们部族之间的那个仇恨越来越深。那日本人来了之后，就延续的当初清廷那时候的李凡做同样的事情。那先跟各位报告一下距离啦，我现在是3.3公里，也就是说我从分叉点来到这边也是1点多公里了。好，哇，猴群，哇，酷哎，哇，好多只。雨越下越大了。好，我们红到了耶，这里这个缺口比较很容易被忽略掉，在这里。好，我们要从这边进去了，正式进入到野牛林道了。那现在的距离是4.3公里，也就是说，我刚才在那个中途休息站走到这边是1公里了。好，哇，你看这个路况。这个全部都是野径哦，哇，烂泥哦，加上下雨，真的是还蛮刺激的啦。这边有一个洞口。哎呀，我遇到一个难题的，对，这边有一些倒下来的树枝挡住前面的路，要爬得过来。哦，你看前面的路又好走了。这个路基非常的不明显，你看，如果你往下走就跌下去了。哦，前面有一条路。然后跨过这个草丛。如果喜欢走野径的朋友，我觉得蛮推荐这条步道的。不过呢，它比较危险。那我已经走过2、3次了，所以对我来讲是可能也许比较熟悉一点吧。前面看起来比较宽阔的地方呢，这个地方有可能也会走错哦。如果你往这边走的话，可能就走错了。你看这边有条路，上次我就走到那边去又迷路又折返。大家来走的话，不要像我这样挑这种不好的天气。我的雨鞋里面全部都是积水的，等一下要把它倒出来。对呀。好，我们来到了中继站，这里，你看。
继续出发。才刚把水倒完，现在又积了一堆。大家应该有听到声音吧 ？Chop chop chop。这稍早应该有人来走过哎，好有气氛啊！听到动物的叫声，会不会是山羌什么的？这一点我有一点外行。对啊。你看我常常这样上山下海的，有时候山羌跟猴子的声音都还分辨不出来。虽然是下雨哈，不过我觉得气氛很好大家有没有发现2条路？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人可以这样开越野车进来了。哦，对于骑那种越野车我是不太感兴趣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也没有特别研究。那如果说我真的要骑越野车，我反而会担心对啊，如果说你在这里面然后翻车了，要不然这车是抛锚，那怎么办？对啊，所以与其这样子呢，我宁可这样子徒步啦。那过去还有人提议我说，要不要骑脚踏车？那个我更不可能了。你看我可以这样跑步可是我骑脚踏车还蛮弱的。哇，很快的我们就来到了岔路口喽。好，来跟各位介绍，当我们出来这边的时候呢，我的后方这边是到人家私人土地，这边是没有路的。那我们要往太仓的方向，就是你出来之后取左。那我们的野径部分呢，差不多也快告一段落了啦。不过这一段也不太好走一样这边有一条小溪涧，这个就是所谓的七角川溪的上游了你看。给各位看一下，哇，你看，哇，好酷很显然的野径还没有结束对，忘了跟各位报一下距离。现在总行程来到5.3也就是说我们从初音山步道这边接到这边是1点多公里我说的没错啦，很明显的越野车步道出现了。我觉得野牛林道应该指的就这一段啊。刚刚一开始走那种野径还不太算是林道的一部分那这里为什么会是林道因为我这个山上就是过去的那个缆山工作站也就是沙伯段溪的上游的位置，过去也是一个伐木林场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我在这个地方滑倒过，这样踩下来我整个滑倒你看这些水最终都会集中到七角川溪。哇！这一片山区呢，在过去发生七角川事件之后呢，他们那些七角川社人躲藏的地方。对啊，所以这个山的山脚下日本当初就设的那个爱永线，那个爱永线全长30公里。这边有一个旧遗迹，这个我就不太懂了，看起来还蛮有历史的感觉的。这到底是会不会日治时代留下来的？其实就我这样踏查很多处的经验而言我认为这个房舍的这个格局还蛮像日治时代留下来的。所以极有可能就是日治时代就有这间房子的。那至于是什么作用呢？我也不是很清楚了有朋友知道吗？可以帮我留言。这才是真正的翠堤桥上面的那一段看一下现在水变得好多我敢走是因为我有走过，所以我知道大概没有到多深了其实好天气的时候水不会那么多，今天雨实在下太大了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报海拔哎。我们刚才最高点应该有到快接近600，然后现在是540。我们看到了柳杉了，哦，这个就是以前的林场所栽种的柳杉，一大片都在里面。这个鱼又更大了。这里有一个屋子，哦，这看起来还蛮新的。我的猜测是那个以前那种林场的，关于林场的工作站吧。哦，看到这间屋子就表示我们快到了啦，应该还剩200公尺吧。这个水管爆开，哇，好好笑。哇，你看，有一个小溪涧的。这个林场很早就收起来了啦，哈。其实如果我们出去之后再往左转哈，可以看到更大一片的柳杉林。好，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就是向阳山步道的终点了。来给各位看一下，这边有2个门柱，这边有2根门柱嘛，哈。这个就是以前也许啦，你要进去林场的，然后前面要先经过的一个闸门。其实不瞒各位，我本来还想要继续往上走到那个林场，不过呢，雨下太大了。好，那我今天就走到这边为止。那我现在一路往太仓的方向下去了，又忘了报距离了。现在是7公里啦，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从那个岔路口进来，后面那段产业道路是2公里了。好，所以呢，我估计的没错啦，野牛林道一直到这个出口3公里多。好，这条向阳山步道呢，其实还蛮长的。对呀，好，那你看远方天气还蛮好的，这个雨都集中在这个山区吧。这个视觉超好的，你看，可以看得到海岸山脉。哎，那我今天的行程呢，我就有 GPS 哦，那我会上传到健行笔记了哈，然后这个连结我会放在说明栏上面。那如果大家喜欢我这集的影片的话，就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如果想要知道我花莲生活动态后3日的话，就follow我的 IG 哦，follow我的脆。那影片到这边就全部结束了，好，祝大家运动愉快，天天平安、健康、快乐。我是Eric。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这个是一个樱花园哦，我的花莲一些朋友都会开车来这个地方哦，赏樱花，樱花季的时候了哦。这个就是著名的九红新月，那这一间呢叫向阳山茶铺哦，我已经抵达山脚下了，好，那前面呢就是日光步道了，好，那我现在的总行程是11公里，也就是说我走了5公里才下山哦。